Hello，选到第一组的朋友们，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你们的牌哦。谁在疯狂的想你们呢？他想到你的时候都想些什么？好，我们请宇宙来协助我们抽牌哦。感恩宇宙。好，来看一下。Twelve Pentacles，Twelve Wands，Nine of Cups，Page of Cups。好，我们先看一下这4张牌。好，感觉上你们在想你们的这个人呢，他的这个星盘中有土象还有火象的能量。那最强的是这个水象的元素，他星盘中的上升月亮太阳的这个水元素特别的多哦。好，那这个人呢，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呢？我觉得他其实他是过去你们就已经认识有一段时间的人哦。那这个人，可能跟你就是谈天有谈到一个程度，一个深入的程度，或者是说你们两个虽然没有认识很久，可是就已经交换了很多彼此的一个心事。那还有一种可能是，我觉得这个人他一直在默默的观察你，虽然你自己不知道，但是他透过默默的观察了解，去查看你的社群媒体，去看你以前的照片啊，跟谁在一起，然后说过什么话，有做过什么事情等等，他好像对你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了。然后我觉得这个人在他心目中的你们是那一种外表上看起来是就是算是很亲和友善，然后有的时候在朋友中也蛮活泼的，你们有你们自己的魅力在。不过呢，他有的时候会觉得，你们好像内心有一点小小的，就是不想要被人家探知，或者是有一些小小的这种封闭，然后或者是说有一点小小的忧郁，就不知道为什么他感觉上，那我觉得他好像有察觉，有知道说你们过往可能曾经经历过一些感情上的创伤，感情上的伤害，以至于你要在面对上一段感情的时候，或者是说就算你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一段感情的时候，你们其实心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打开，因为你很害怕你把心完全的打开交给一个人之后，你会失去自我，你会太爱一个人，最后怕对方背叛你，你可能会受伤。那是因为你们过去曾经有过一段完完全全交托自己的那种感情经验，你相信对方说的话，你也相信对方承诺的天长地久，你以为他就是你的永远，可是这个永远呢，怎么说着说了就变了。所以我看见，其实你们在过往的感情经验中是有一段伤心，有一段难过的。那还有的人你们会因此而好像批判自己吧，其实你们外在条件什么都很好哦，然后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你们就会在内心对自己有一些不自信。这个人他其实有看到，然后我觉得他蛮希望他可以给你的生活中带来一些温柔跟温暖哦。就是这个人他并不是一个特别温柔温暖的那个人，就是说他并不是像那种中央空调，对谁都是很友善很友好，可是他们遇到你的时候，他因为知道你的情况，了解你的情况，所以我觉得他有试着想要去以你们可以接受的方式去接住你的情绪。所以这个人因为他本来不是一个，这些不是他天生就会的事情，我看见，我觉得他有在刻意的练习，刻意着用他全部的力气让自己学着柔软去面对你们，用他全部的精神让他去学着柔软。虽然表现出来是柔软是温暖，可是其实这是需要很大的力去支撑的。他很希望他自己呢就像一个温泉，当你们走进他的时候可以感受到这个温暖，而且可以感受到的是一个恒温，就是不会忽冷忽热的一个感觉。他希望可以透过你跟他的相处，你跟他的接触，让你的心中得到一些安慰，得到一些
暖流。重点是这个背后啊，需要有强大的力量去支撑，这个是他的一个信念哦。那我真的觉得这个人默默的看着你们，默默的观察你们很久了。然后呢，可能有一些朋友哦，过去呢，你们跟这个人有一些这种争执啊，然后有一些吵架，有一些不愉快，然后他现在想起来这件事情，他其实是后悔的，是懊悔的。然后他曾经有想要去怎么说，好像是跟你们道歉，对于他曾经说的一些话、做的一些事等等。但是我觉得他那个抱歉的讯息好像没有很完整的送出到你们的身边，送出到你们的这个面前哦。可能你们两个就是在反反复复的过程中，你可能有封锁或是拉黑过对方啊，不管后来是不是有在解开还是怎么样，我就觉得好像他曾经有传达，可是那个讯息你们没有被确实的接收到，或是你接收到但是不理解，也可能他是透过你身边的朋友、你身边的家人来表达他的这个心意哦，可是你们好像没有接收到，或是说这个中间人他没有很好的去传达哦。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牌哦。这个人想你们的时候在想些什么呢？还有什么样子其他的讯息 ？Page of Pentacles, Three of Cups, Eight of Wands, Eight of Cups。好。那我还看到啊，我觉得这个人呢，当他想到你们的时候，会觉得你们有时候有点单纯吧，好像误入丛林的小白兔。有些时候在有些地方，你们其实比较没有那个心眼，就是你们有的时候会比较直来直往，就是在为人处事上，你们可能会比较直白，有的时候会比较心直口快。但你们其实都没有恶意，然后其实我觉得你们就是蛮善良的一群人。可是这种心直口快，有的时候会被身边的人误解或者是误会。那你们这种个性啊，他其实很喜欢，就是你们就是不大喜欢跟人家去勾心斗角，或者是在一些很微小的事情上计较纠结啊。你们其实是那种过了之后就忘了，就算这个人曾经伤害过你，你也不会真的一直记在心里面，或者是说他跟你道歉，他真的跟你道歉，其实你们就会慢慢的原谅，慢慢的放下。你们不是那种每天去想着要报复啊，有的没的那种人。然后他其实蛮欣赏你们这种单纯善良的心，可是他也有一点担忧，因为这样子的人哦，有的时候生活在世界上啊，蛮需要一个人去守护的，因为你们的内心哦，没有什么太多复杂的思绪。当你在一个比较复杂的环境，就是可能会被骗，或者是会受到伤害。他其实想起你的时候，是有一点担心的感觉。我觉得这个担心背后啊，有一点这种想要去守护你哦。一方面他会有这个担心，有一点守护，是因为他觉得他好像懂得比你们多，他好像走在你们前面一点，他好像看得比你们更多。那其实我觉得这一组啊，虽然有他说的这个单纯善良的这个，可是这一面，但是其实我觉得你们在某一些地方也是挺精明的，因为这个。你们有磨练过啦，之前受过伤，你们就会从中学习到一些功课。那当然，你们本质是他讲的这样，但是我觉得你们现在有在学习，有在成长，有这个精明的一面。所以呢，对方的这个担忧啊，好，是他的担忧，我觉得就是他太想要去保护你们，去想要守护你们，不知道，我就觉得对他来说，你们好像很多东西就像个孩子一样。可是也许啊，你们其实在外人的眼中不是这么的这种，好像都是不明世事一样，其实不是这样。但是对于他来说，你们就是需要保护的这种小白兔嘛，对。然后啊，
在他的眼中哦，你们是那一种很投入、忙碌在就是你们生命中有你们热爱的事情、喜欢的事业、想要追逐的梦想，然后你们会很忙碌的在从事这些东西。忙碌的时候，就是忙碌的在做事业或是在学习的时候，你们是快乐的，是充满兴奋的，不会太多的抱怨哦。就是我看见你们其实会给周遭的人带来蛮多正向跟喜悦的能量，很开心的一个能量哦。他跟你相处起来的时候，其实觉得很舒服，然后非常受到你这样子的能量吸引哦。那假设你们两个是分隔两地的话，我觉得这个人他时常在夜里想起你，然后想起你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拿起手机，好像打了一长串的讯息想要给你，可是后来又把它删掉，就是这样子反反复复好多次。他其实有好多话想要跟你说，可是他不知道要用什么样子的言语跟那个词吧，或者是用什么样子的资格、身份去面对你。特别是有些朋友，如果你们还没有在一起，或者是你们是这种前任的话哦，这个旧人的话，我会觉得他其实非常的斟酌，要怎么样接近你，然后又不引起你的反感哦。那他对你的心意啊，埋藏的很深，然后他也很想要知道，就是他不在你身边的这段时间，你们究竟做什么？他好想要透过你身边的朋友啊，还有你的这个社群媒体等等，全方位的去了解你、解析你，可能会去看你的上线时间，然后你又去哪边打了卡之类的。就是我觉得他蛮在关注你们的一举一动，你们的一举一动是会牵引他的这个心情的。然后他的心啊，其实非常的真诚，他很想要去靠近你，特别是那一些如果你们是暧昧过又错失过，或者是前阵的这种朋友哦，因为曾经有过一次错失，我觉得他这一次再有机会靠近你们的时候，他会更加的小心翼翼，就是因为太在乎了，所以他的举动其实会比较缓慢，因为他并不想要急躁而误事，他想要更多的收集你们现况的资料，有了全方位全盘的了解之后呢，再去靠近你，再去接近你。因为有些朋友啊，我看见你们也许过去一段时间啊，你们都在做让自己开心的事，你在跟朋友聚会聚餐，在忙碌自己所喜欢的事情，他会觉得说他是不是有一些地方就是他会心中会有一些觉得被冷落的感觉，他会觉得说此刻啊，不知道在你们心中他的这个排名优先顺序是在哪里，他还是不是那么重要呢？或者是说你们有没有把他当成一个很重要的人？他内心有好多好多的纠结的想法，然后啊，他蛮希望可以跟你有一个好的开展、舒服的开展、舒服的沟通哦。然后我觉得这个人的这个心理啊，其实对于自己啊，也是有一些小小的不自信跟不安全。我看他的生活上也有一些变动，有一些人的能量在进出他的生活中，所以我觉得此刻他的生活中。他的心情不能说非常平稳，当然也不是说非常的糟糕、非常的低潮，但是我觉得他的心情是有一些波动、有一些震荡的。那如果呢，他可以从你跟你的联系啊，也得到同样的一些温暖，就像他想要让你如沐春风的那种感觉。如果说你们这边也可以让他得到同样的温暖的话，我觉得他的内心会比较安定。好。我再来看一下其他，好，他还想了些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Nine of Cups, Three of Swords, Seven of Wands。好，这个人还想什么呢？好，我觉得他其实内心有想一些蛮深远的事情哦，他有想要跟你计划，往下一个阶段去发展哦，就是进入到婚姻。如果已经是
在稳定关系的朋友啊，我觉得他可能会就是带你去见他的家人、朋友等等的，他就是有要实质、很接地气的跟你有计划、跟你有发展，他其实想得蛮远的。然后啊，我觉得如果说你们对他有所拒绝或者是回应没有这么的热络，不如他的预期的话，我觉得他会非常非常的难过，非常非常的伤心。还有一种情况是，我觉得他蛮去关心你们的情绪，就是如果你笑的时候，他也会感到很开心。但是如果你们难过，如果你们焦虑的话，我觉得他也会蛮担忧你们的一个情况的，就是他跟你同喜同悲的感觉。然后如果你不让他跟你同喜同悲，他也会很难过。就是很多时候他会默默的看着你，那如果看到你在生活上有一些不顺，或者是说觉得你这个文字啊，好像有点在故作坚强的时候，他其实内心会蛮心疼你的，因为我觉得他有把你们当做生命中那个很重要的人，然后也曾经想过，他有没有这个机会可以和你牵手走一辈子，就不知道他有没有可以。有没有办法去实现他的这个愿望，让他的美梦成真？因为看起来呢，这段关系是有过一些阻碍的，曾经让他感觉到有一些受挫。可能你们真的曾经有过，就是在忙碌自己的事，因而有冷淡他，或者是忽略他，或者是他跟你讲了一些话，但是你们没有听进去。就是你觉得你有听，可是他觉得你没有听懂，没有听进去，他就觉得你没有很把他放在心上，没有把他说的话很牢牢的记住等等的。好，他其实也蛮在意他说的话有没有被理解，以他的这个形式去被理解，然后你可不可以给他想要的那样子的付出，想要的那些关爱，他对你有真诚有真心，可是另外一方面就是他也蛮希望你可以给他想要的温暖，想要的回报，想要的那些让他觉得他是被爱的，深深被爱的感觉，而且是以他能够理解跟接收的那种形式语言哦。有的人可能是比较重视这种物质，有的人可能是特别重视性，有的人是这种有拥抱啊、肢体的接触，有的人是很希望有品质的陪伴。不管他是哪一种，他很希望你可以这个接到他的这个点哦，他真的希望是什么，然后从中去跟他互动。那如果你们过去没有这样子的话，他其实内心有一点沮丧啦，然后也有一点焦急，会觉得这段关系好像卡在某一个地方，然后他心情很难受，可是他又不大想要让你去知道。好，就是有一些负面的情绪，它其实是压的比较深的。那真正爆发出来的话，我觉得其实会比较猛烈，可能就会引起比较大的一个争吵，或者是说冷战哦。不过这个背后就是因为很在乎、很想。那也许啊，你们当中过往有一些能量是这种言语上的冲突，有一些不开心的事情，那他其实会觉得怎么说呢？他不希望这件事情造成你们两个的这种关系上的就是断裂，或者是说没有办法就是或者说好像有一个东西卡在那边，他不希望这件事发生，可是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他又不知道如何去解决，他好像也有一点就是难以拉下脸来去跟你们道歉，放下尊严等等的，所以就会有一种坐立难安的感觉。虽然我觉得他内心知道他应该要去做一些行动哦，来弥补说，不管过去的这个不愉快争执到底是谁对谁错，其实我觉得他也没有怪你们，他只是觉得这件事情他应该要做什么，可是因为某一些自尊、某一些面子的缘故，他又没有办法很快的去好像
讨你们欢心，跟你们道歉的话，他内心就会越来越拉扯，越来越纠结，所以就是会给我有一点点沉重的感觉哦。那在这边呢，我还看到，就是我觉得这个人哦，他蛮需要，就是我觉得他现在要推进这段关系，我觉得他蛮需要一些支持的。这些支持可能是你身边的朋友、家人给他去说好话，或者是说命运之手给你们的一个推力跟助力。就是这个人呢，他想要往前靠近，可是在一段关系中，他也知道，两个人都有彼此要尽的一个责任跟义务，就算他愿意去付出全部，好，或者是他可以付出到90%，好，就算他付出到全部呢，他其实也占了这段关系中的一半而已，所以另外一半呢，可能就是要靠你们一起共同的去努力，同时在帮忙，同时在促进这段关系。那还有一种想法是，说不定呢，他说不定他觉得我今天做了100%之后，也有很多事他没有办法去改变的，也有很多事情是需要命运来协助的，就是他觉得这段感情啊，不可控的因素其实有点多，可能有的人有距离，或者是有这种家人的一些反对啊，或者是两个人有一些身份年纪的一个差别哦。那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他一个人的力量就可以突破万难呢？其实我觉得他蛮需要支持的。然后很多时候啊，他有在努力为这段关系去守护、去竞争、去抗衡一些这个阻力。然后当然是用他的方式，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但是其实我觉得他想你的时候，是有想要为你拼搏，会有想要为这段关系奋斗的感觉。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牌哦。好，吊人牌。好，其实啊，我觉得这段关系啊，对他而言哦，他在想你的时候，他会觉得说，很多时候这个前进的过程中是很缓慢的，但是，当你仔细看的时候，确实关系是有在前进的，慢慢的前进。它虽然不快，可是慢慢的就会改变，慢慢的就会找到解放。然后这边出现这个吊人牌啊，我会觉得。其实，也许啊，你们会觉得关系有一些停滞，但是这个停滞啊，其实也有代表说它是一个深思熟虑的一个状况哦。然后这段关系的这个内在内核，它其实就像是这个吊人一样，他在思考，他在沉思，他在做一些长远的规划，然后他也试图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世界，用不同的角度来理解你们。我觉得他的这个内心思绪是非常蓬勃的，在发展的，而且他希望的是一个很深沉、沉远、长久、不会断的这个关系哦。不管你们现在的关系的形式样貌是什么，还有你们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我觉得对他来说啊，在他心目中，你们两个之间的这个绳索是不能断、不会断、也不能断的。就是对他来说，他会尽力想要去维护这样子的连接。然后啊，我觉得就是呼应到前面所说的，他有想要去保护你，他有想要去守护你，你们的很多地方啊，其实他是非常的心疼你们的，他也希望自己可以茁壮成长，变得有力量。他所说的这个诺言哦，他许下的承诺，他脑海中规划的那些计划，他相信他也很希望有一天呢，他是可以去兑现，他是可以去实现的。好，最后啊，我们再来看一下你们一开始抽到的这一张底牌哦。好，
宇宙要给你们什么建议呢？好，我觉得这张牌非常的美哦，有好多这个蝴蝶啊，好多精灵正在闪闪发光哦。其实，我觉得宇宙想要告诉你们啊，这一组的朋友，他看见你们过去，有一些心酸，有一些伤口。那这些伤口呢，它正在慢慢的变好。其实你的守护天使有派一群精灵来帮助你，来保护你。那他想要告诉你说，一切会越来越好。那你们可能会需要一段时间是，自己跟自己好好的相处。因为有的时候你们过去的一些经验、过去的创伤啊，会使得你重复的将这些不舒服的情绪带到下一段的感情中，然后会影响到你未来感情的一个发展。就是如果有类似的情境出现的时候，你们可能会用旧有的模式去面对，可是要明白，你今天遇到的已经是一个不一样的人，你今天遇到的是一个新的人哦。所以也许呢，有的时候他的话语、他的表现是善意的，但是呢，因为一些过度的防卫，或者是说过度的害怕被伤害，有的时候呢，你们可能会去错误的解读对方的一些关心、对方的言语、对方的行动。但是天使、精灵想要告诉你们，这个心里的这个破洞啊，已经慢慢的在密合了，已经是在收回的一个阶段了。然后呢，它为你们在夜空中点亮了一盏盏的光，就是光亮哦，点在你的心中。其实你的心是有能力指引你，告诉你未来应该要何去何从。其实你内在就有很强大的一个修复的能力。然后精灵也会帮助你。会帮助你看守、看照你的这个一路以来的成长，还有你未来的，不论你在关系中进行什么样子的选择，我觉得天使都会祝福，也会看照，会守护你的一个选择。好，以上就是有关第一组朋友你们今天的解牌啦，希望今天的解牌对大家有帮助哦。那 Hello， 想到第二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是谁在疯狂的想你，他想你的时候都想些什么呢？好，我们来抽牌。好 ，Ten of Pentacles。The Tower, Four of Swords, Six of Wands。好，首先看一下这4张牌。那首先呢，在星盘上看起来，这个人的火象元素是比较强烈的，他的上升月亮、太阳哦，火象元素是比较多的。那接下来呢，还有土象跟风象的元素，其次也有包含哦。然后我觉得这个人他是一个怎么说呢？在外人的眼中看起来，我觉得他算是一个蛮富足，或者是说幸运的人哦。不管是在物质上，或者是说在情感上，可能呢，他跟他的这个原生家庭的关系是还 OK 的。还不错的，或者是说他的原生家庭其实蛮富有的，长辈有给他一些土地的资源，或者是房产或者是给他生活上很多的爱、很多的协助等等的。那有另外一种呢，就是这个人他本身有他自己的专业技能，或是他学习力很强哦，他可以得到很多的资源，在生活中有贵人愿意去帮他，就是他某一方面来说，可以算是一帆风顺吧，可能很会读书或者是说，在情感上是顺利的，或者是说呢，他这个人缘还不错等等的。因为我觉得就他来说，对应到他眼中的你，他在看着你的时候，他也觉得，其实你们的外表各方面的条件，他也觉得算是这个胜利组吧，就是他觉得你们看起来也是蛮幸运的。
比如说，在这个基因的排列组合中啊，你们拿到了很不错的这个组合，就是这个外貌啊是他喜欢的，他欣赏的，或者是说，你们的个性啊，就是他觉得很好相处，很开朗，很温柔，很善良等等的，或者是说呢，他觉得你们很有趣，跟你相处很有话聊等等的。那你们在朋友圈中应该也是那种会令大家羡慕的人，这种羡慕不一定会说很明的去称赞你们，就是在心中会默默的觉得啊，如果我跟他一样就好了，是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哦。所以我看到这一组第二组牌的朋友，不管男生跟女生哦，你们都有某一方面从外人眼中看起来是非常非常幸运的，拥有一个很幸运的资源。然后呢，我觉得这个人呢，他对于这段感情啊，好像有一个信念的瓦解跟崩塌哦，就是他可能认为这个感情是可以照着他所想要的那个方向走，而且两个人呢也曾经到达了这个塔的这个上风哦。可是好像突如其来的一个事件哦，让两个人都从塔上跌落，然后还有一种两个人是往不同的方向就是落下的感觉。那你们辛苦建立的这个塔也被闪电击中，这个代表什么呢？我觉得可能有外来的人事物，或者是说第三方的一个冲击吧，对于本来在感情中相亲相爱共筑美好的两个人呢，好像是突如其来的一个变化，那造成了两个人分别的往不同的方向，走，就是不同的方向落下吧。我觉得对于他来说呢，这个突如其来的这个事件发生呢，他也是不得已的，因为他没有想过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事件哦。他对于他原有的内在的对于这段感情的想法，也有一种瓦解的一个感觉。就是他可能认为本来事情应该会照这个方向走，可是却没有办法。对于他来说啊，有一个失控的感觉。好，他没有办法去控制，没有办法去掌握，也没有办法去决定它会落在哪一个方向哦。那我觉得当这个塔的事件发生的时候啊，他有一点自己都着火了，自己都自顾不暇了，他自己内心都有非常多的冲突，非常多的自我批评、自我责难，或者是他有一种愤怒，不知道何处可以发。就是我觉得他内心在很混乱的情况下，他其实没有办法顾及到，其实也是在慢慢落下的你们，他没有能力去接住你们，因为他根本也没有能力去接住他自己。好，在这个外人眼中看起来是胜利组的两个人发生了这样子高塔的一个事件之后呢，我觉得他进入到一个冬眠沉思的一个状态哦。那这个外在人看起来他好像是在就是好像是在一个休息，很平静哦，然后也是很这个怎么说呢，很平和的一个状态哦。其实他的内心啊，好像有一种瘫痪了，心理瘫痪，就是心理瘫痪了。他想要做很多事情，却提不起那个动力哦。他的真实的内心是这样子的灰色哦。然后大家看到有一道光在这样子慢慢的照下来哦，只有光照的地方呢是有一点点亮的。这个光呢是以前你跟他的一个回忆哦，他透过这样子的光，在他的心中反复的反刍那个回忆哦，让他呢好像在这个长长的噩梦中有一点心理安慰的感觉哦。我觉得因为这个塔的事件啊，让他被迫的休息哦，他其实也受伤了，也在这个塔事件中有磨损，消耗了一些能量跟活力，然后他在内心中需要休息。我觉得这个是他内心的状态，不管这个人外在表现出来是怎么样的，因为有的人这个朋友，我觉得他可能，面对这个人，他可能在外面啊，在事业啊，在人际上仍然是很活跃的，仍然是很有这个好像很有理想要去冲刺的。可是我觉得他有一种硬去撑起来的感觉，因为他的这个心是空的，他必须要
硬盯在那边，因为如果他不盯下来，他整个人就会像泄了气的气球一样，他没有办法再站起来哦。所以塔的这个事件真的让他变得很疲惫，让他精疲力尽，所以他的内心其实需要一段时间的复原哦。他在这个复原，在这个休息的过程中，我觉得其实也是让他内心的一种排毒哦。他一方面在想你，然后一方面也想着你们过往的一些回忆，然后在他的回忆中，很多那些稍微不愉快的，或者是两个人意见不合的地方啊，那个东西其实会在他的记忆中慢慢的淡去哦。他想的比较是两个人之间开心的一个回忆，然后两个人曾经计划过的一个梦想哦。如果你们之间曾经有计划过什么，承诺过什么，他会想说，当时如果没有塔事件的发生这条路会往哪一个方向去走？你们两个人现在会在哪里？会在做什么呢？那我看到有的人这个塔的这个事件呢，可能是跟你们两个人之间的物理的距离有关的，或者是有一些朋友，你们有一些金钱或者是小孩子的议题哦。那这样子的议题啊，有的时候也怎么说呢？我觉得有的时候也不是，他会觉得也不是他单方面去造成这个他的事件，所以他也不知道怎么办，就是有一种停滞下来的感觉哦，然后有一种被迫分离的感觉，或者是这个人就是工作真的很忙，然后造成他能够花在你的身上的这个时间很少，然后如果要争吵的话，其实那个又对他来说是花很大的力气，所以如果你们真的曾经之前有争执的话，他会没有力气去做什么，甚至任何就是主动的想要去改变这个情况的意图跟动力都没有，行动上是很弱的，他需要休息，等待时机，等待他真正休息好，充满电之后再度出发哦。好，那他呢？刚刚看的是内心的一个状态，这个是外面的一个世界中，外面的世界中，我看到是有人为他去喝彩的。这个人呢，好像在某一方面取得了不错的一个成就，可能业绩还不错，或者是说过去一年的工作表现、学业表现还不错，拿到了一个不错的成绩，得到了一个奖赏、升迁，或者是晋升等等，有一种好消息的感觉。这个好消息是他可以去挂上一个桂冠的，然后很多人会想要为他庆祝，所以呢，我觉得你们今天想问的这个人，他绝对是一个有能力的人，他绝对是能够从一个混乱状态，然后慢慢的脱离，然后去平复自己思绪的人哦。我觉得他在外面的表现仍然是还不错的，仍然是有往他所想要的方向前进的，而且某些情况呢，我看见他其实也在领导别人，在教导别人，在某一件独特的事情上，也许是某一项技艺或者是某一项知识上哦，他其实是可以去教导这个后辈的，然后。我觉得他身边的家人也有一种以他为荣的感觉哦。那对于他来说呢，他其实不大确定你们有没有看到他的一个成就、成长跟蜕变哦。他其实这么努力做这些事情哦，一方面也是希望能够提高他在你心中的这个评价吧。不管你们看不看得到。他其实也会想说，如果你偶然听到了关于他的消息，或者是看到他的这个动态等等的，看到他发的照片你们会不会呢？也对他有这种一点钦佩或者是好感之心，又再次油然而生呢？他其实蛮希望他再次回归的时候，是以一个凯旋归来的姿态，他是一个很多人称赞的姿态，他在你们眼中是会发光的这个姿态，他希望呢，你们会是为他感到骄傲的，然后。他希望他看到你们眼中的他是一个胜利的他，各方面都很成功的这个他。好，我们继续看一下他心中的一些想法跟活动哦，关于如何想你们的呢？好，
这个刚刚好，我觉得当然对于这个人来说啊，其实他对于这段关系啊，跟你的这个关系啊，他是有一个很强的掌控欲跟控制欲望的。他想要把现状哦有一个大幅度的改变，他内心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哦。但是呢，他的想法很多，然后精力充沛，但是在行动上，他还像是一只小兔子一样，行动力还没有跟上来哦。所以这张牌主要还是着重在他的思考计划跟他内心的一些规划的产生，他慢慢的有这样子的念头，他希望去掌控这段关系哦。对他来说呢，你跟他是一段可以携手前行、共度风雨的一个关系哦。他其实当他就是心中很乐观的时候，他其实会去想说，我并不怕我们前方是有山去阻挡的，只怕两个人没有共同愿意去努力的那颗心哦。那他相信两个人心中如果是有路的，其实是有办法去绕过这个大山，绕过一些险阻，绕过一些阻碍的。然后呢，我觉得他其实就是心中真的有一些对于这段感情的实质的这个计划正在产生哦，他正在想哦。然后对于你们他想着你们的时候，我觉得他蛮把你放在一个很特别、很高的位置哦。这一组的朋友，你们是他心中的那个好像是白月光吧？很多朋友，你们可能是他的初恋，或者是初次结婚的一个对象哦，也有可能是他在这个交往过的人当中，你是令他印象最深刻，你是最符合他心中的那个理想，那个就是这是正中红心的一个概念哦，所以他会对你们念念不忘，然后他想你的时候，其实他必须要去压抑住，他必须要去用理智来压抑住他对你的一个思念。然后审判这张牌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小兔子的天使，它正在吹着号角哦，传播着有关于这段关系感情的一个好消息。审判这一张牌代表什么呢？我觉得代表说，他有在对于他过去在这段感情中所做的行为哦，再一次的去省思，再一次的去检视，他好像看见了自己在感情中做的不够好的地方，然后慢慢的开始，首先是看见，然后接下来是思考，然后接下来是行动上的一个悔改哦。假设你们两个之前呢是有一个业力的关系，是有一个因果的关系哦。审判这张牌也有代表的是一个彼此之间债务还清了。这种债务还清啊，有一种可能是两方就不会再有联系。因为你欠他的他还清了，他欠你的他还清了，所以两方债务了结之后，两个人会往新的方向去。那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呢，两方债务还清之后，两个人会以重新新的形式来相遇，来认识，有一种我们再一次遇见彼此，然后以新的面貌、以新的姿态进入到彼此的人生中哦。那我觉得就此刻的他来说啊，他会比较希望是后者。当我们两个互不相欠了，债务还清之后呢，他希望可以以新的姿态、不同的位置，然后更适当的、更有资格的去接近你哦。那在这之前呢，我觉得他对于他现在需要改变的地方，渐渐有了一些意识，以及他对于关系的一个需求哦，渐渐的有了更深层次、更清晰的一个认识。他的这个改变是很微小的，那可能是一点一滴的，就是从日常生活中，可能每一天呢，只有在一个小小的行动上很缓慢的改变，但是我觉得他是有把这个改变的过程持续延续下去的，然后透过这个时间的复利啊，透过积沙成塔。我觉得最终啊，他的这个改变的成效，你们是能够看到的。那他为什么愿意去做出这样子的改变呢？我觉得他其实有明白一件事情哦，他的内心有一个
警钟被敲响哦，他以前可能还没有这么清楚明白的意识到，你在他的生命中占有一个很独特的一个位置哦。如果他今天选择了不同的路，选择了没有你的路，那会是一条什么样子的路呢？他走着走着，其实会有一点后悔。所以呢，趁他还来得及的时候，趁你们两个还可以去有转圜的时候哦，我觉得他会想要去采取行动，他会想要去回头看在你跟他在塔的事件发生之后，两个人可能渐行渐远，走了一段路。他现在回头看了，他现在重新再看，他要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去跟你这条路靠得比较近一点？可能他是要翻山越岭，然后是要渡海重洋，还是他应该要做什么样子的事情，才可以让你们的生活有更大的交集，再次让两颗心可以碰在一起呢？那我觉得他这个一点一滴的累积，然后还有过去的这些行动啊，终将会造成未来一个很好的结果。那同时啊，我看见他也放弃了他过去内心一些根深蒂固的思想，甚至是一些计划。他为了要放弃，就是他为了要去跟你更靠近一点，他放弃了那些东西，然后希望呢，他接下来调整的方向是对的。好，他心中是这么希望，他目前选择这个方向是对的。因为我看见这个人，他其实有在做这种尝试，然后又错误，尝试用错误，他其实不知道哪一条路才是真正适合你们的，所以你们两个其实都有一点在关系中摸索、慢慢前进的感觉。前方的道路有点像是就是黑暗的，然后呢，两个人摸着这个旁边的树木，或者是说看看地上，踩地上的石头，然后前进，然后确保哪一边是比较安全的，就是有这种小心翼翼的在前进，然后小心翼翼的在走的感觉哦。因为两个人手上可能都还没有那个很亮的手电筒，但是呢，在一片黑暗中，两个人又很努力的想要去从黑暗从这个好像两个这个黑暗的角落去靠近彼此，所以这一条路啊，真的是需要去摸索。可能有的时候呢，他会不小心往反方向走了，然后你可能也是走到越来越远。可是最终呢，我觉得心啊，如果想要在一起的话，尽管中间有一些错误，尽管中间有一些遗憾，但那个并不是一个错过，那只是一个过程而已。好，接下来看到后面的2张牌哦。我觉得啦，这个人呢，他其实在想你们的时候，想到好多事情哦，各种幻想都有可能哦，包含有关于性的，或者是要跟你们共组一个家庭，或者是两个人要共同好像共创事业啊，获得很多金银财宝都有可能哦。我觉得这个人呢，就是跟你在想你的时候，他有很多的梦想跟愿望，希望可以跟你一起去达成，就像是他在这个脑海中有跑过一遍，就是我可以跟你去做很多事情，我们可以出国去旅游，然后要去哪一个国家，我们要干嘛干嘛的，或者是说我们蜜月要干嘛干嘛的，或者是说如果我们重新呢又有机会在一起的话，然后要一起去看电影啊，或者是做什么的，很多各种各样的点子啦，都有在他的脑海中想过。然后我觉得他想的比较偏向是轻松、愉快、美好的一些体验。他想要跟你在一起，就是共同去体验人生中的那些愉快、美好，然后开心的那个部分哦。然后他也因为这张牌有一个一厢情愿的意思，他有时候想一想，又会觉得这会不会只是他一厢情愿的一个幻想呢？会不会只是他个人的一个欲望呢？然后他也会一边想的时候，一边又有一点要把自己踩刹车，然后去观察你们的感觉。那我会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两个自从这个高塔事件发生之后两个人内心好像都有一些受伤，都有一点退到角落的感觉就是
可能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啊，他有释出善意，你没有接收到，或者是你有释出善意，然后他因为怎么样子一个状况也没有好好的回应接收到，就是当两个人当两个人的这个频率没有对上的时候，会造成说，其实他付出的努力你没有看见，你没有接收，你付出的这个心意啊，他好像也没有去看见，也没有去聆听到，就会让两个人都觉得自己的这个真心是不是错付了呢？是不是对方根本就不在意自己呢？好，所以他有的时候在想一想的时候，又很怕自己只是一个一厢情愿，但是呢，对于他来说，其实你们真的蛮吸引他的。然后这个吸引当中有一个很深层次的迷恋哦，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很原始有关于性的一个吸引吧，就是当看到你的第一眼哦，其实就会有感觉，这个感觉是你要他去用言语说明也是很难的，就是对你特别的有感觉，但是当然后来相处上的一些磨合也是令他有一些挫折，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挫折并不足以使他真的要完完全全的离开你的一个生命哦。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宝剑骑士这张牌哦。好，那宝剑骑士呢，它其实是所有的这个骑士牌中速度最快的一张牌哦。然后又有一点横冲直撞的感觉，这个代表说，如果他有一天真的没有办法克制内心对你的疯狂跟思念的话，我觉得他会在冲动之下，就是为了达成他的目标去做一些事情。那这个事情呢，可能是冲破你们之间的这个阻碍，就是尽力的去斩断那些可能会妨碍你们两个关系进展的那些人，然后往前冲，卯足全力要跨越山海奔向你的感觉，然后很有行动力哦，然后也不顾一切的奋勇杀敌的感觉。那另外一种呢，我觉得这个也有代表说，另外一种，如果有的朋友哦，他在感情中还没有反省足够，还没有够成熟就开始行动的话，我觉得这个人他可能会有一个比较稍微幼稚的心态，就是他可能会故意去做一些让你不开心的事情来激起你的注意。我觉得这种心态可能是说，如果你越生气，就代表你越在意我，就是至少他知道你是在意他的，就是他可能会说一些话，做一些事情，甚至有的人哦，如果他比较幼稚的话，他可能还会去说你的一些就是不好的话，但是他这样说其实是有点像是为了要引起你的注意，然后看你会不会因此跟他再次有所联系呢？会不会他去讲这些话，你们就会想要开始澄清等等的？那其实这个也是一种促进关系可以再次活化，只是他可能因为不知道怎么用，就是有的人会用这种比较稍微幼稚的一个方法哦。然后我也看见有的人哦，他其实在跟其他人在谈论到过去的这段关系，或者是说跟你的现在这段关系的时候，他其实讲的是比较保守的一个说法，就是他没有讲的是真实，就是完完全全的那个的版本，最真实的那个版本。我觉得他心中有很多不愿意透露给别人知道的那个情感跟情绪哦，所以他外在表现的好像是云淡风轻吧，不会伤害到他，但其实他内在也是有一个蛮深厚的一个武装就是他也蛮想要去保护他自己的。然后这个宝剑骑士他虽然冲得很快哦，可是真的就是如果在他们思虑不周、计划不够详细，或者是想事情想得不够清楚的时候呢，他有的时候会自己觉得自己在冲，但其实他整个人看起来他就是在原地打转，或者是就是在那个小圈圈内跑来跑去，其实一点都没有跑向你们所以他真的是要行动跟思想都能够结合起来，而且要方向是正确的，好，关系才会有更好的一个推展哦。
他有在想办法。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正义牌，女祭司，力量。好，正义牌跟女祭司牌啊，我觉得这边有代表的真相、答案跟直觉的这种象征。好，代表说这个人呢，其实啊，在他可预期的一个未来内呢，他其实可以希望更加的了解这个真相哦，更加全面的去了解你、看到你，以及你对他的一个真实的感觉哦。那同时啊，他也希望你可以公平的看待他，公平的看待他对你的一个付出，他对你的一个心意。如果你的心中有曾经想过他对你做的一些不好的事，对你做的一些伤害，或者是他没有达到你预期的地方，他可能也会希望，他在想你的时候，他也希望你可以更公平的去想他，就是把他的好与不好放在一个天平上，他的好可以去消弭那些不好吗？或者是说，如果他更努力一点，他在这个好的天平上面多放一点东西，多体贴一点，那是不是可以去弥补过去呢？他所没有做的这么恰当的一个行为跟言语呢？好，他希望可以对于你更了解一点，他希望在这段感情，如果过去有一些隐而未显的事情，两个人没有说出来的误会，他希望可以真相大白，然后他也希望自己呢可以得到更公平的一个对待。那女祭司这边呢，我又觉得她确实内心现在也是蛮敏感的，特别是在想起你的时候，特别是在这个夜里哦，我觉得她这个思绪啊，就真的是会，如果没有人拉她一把的话，就会这样一直想。用他的这个直觉力去想到你，他会想到你们两个交汇的那个时刻哦，那个时间段哦是非常美的，然后他常常会想起那个很美的那个交汇点。那他心中啊也有告诉自己说要放松一点，然后要等待，要观察哦，因为呢，这个宇宙其实是有无形之中的力量，它会安排你们两个会在一个适合的时间点发生应该发生的事情。那对于他不可以掌控的那个部分，他未知的那个未来，他也会去期盼，或者是说去盼望宇宙呢会让你们两个多一点机会，未来的道路上可以多一点祝福。那他同时这边呢也会努力的去前进，他相信自己的努力是有所回报的，然后一切都会在适合的时间点发生。过去啊，不管你们发生过什么样子的争吵、冷战，或者是关于一些意见上的协调啊，好，家人、小孩、金钱的问题，甚至有的朋友断联，那对于他来说呢，我觉得这个就只是一个过程哦。他现在有一点明白，就是欲速则不达，他必须要真的花时间，花耐心去陪伴你们，然后要用心去维护这段关系。然后他其实也知道，你们在这段关系中，当你们感受到满满的爱之后，其实你们也会给他满满的回馈。所以这个是需要去付出，然后才能够得到收获的一个过程。好，然后我还看见他觉得你们这段关系啊，真的是一个很奇妙、很特殊的一个连结哦。有的朋友可能是这样子的，你面对的这个人，他脾气稍微没有那么好，或者是踩到地雷爆炸的时候很严重，可是呢，你们却有办法去制服他，有办法去安抚他，或者是反过来说，你们可能是这种生气起来就会非常火大，要把对方赶走还是怎么样的，反正就是你们脾气也是蛮大的，可是对方有办法去安抚你们然后对方可以透过话语可以透过行动让你们软化下来。不知道为什么你们有一种欢喜冤家的感觉吗？就是
吵吵闹闹，但是在吵闹的过程中，又加深了对彼此的一点认识和彼此的一点爱。然后有的朋友，我看见你们这种吵吵闹闹，也是一种生活的情趣在里面哦。然后有的时候，我觉得他有一种拿你没辙的感觉哦，明明好生气哦，可是因为看到是你，看到你的脸，又好像没有办法真的对你说什么。可能他明明提醒过你的事，你又没有去做，或者是说，他说的话你没有放在心上，他明明好生气哦，可是又没有办法真正的去对你狠下心来，对你去生气。那有的朋友就是反过来，你呀，明明就是对他真的很失望，觉得他怎么可以做这么不好的事情，没有体谅到你们。可是要说你要真的去恨他吗？怨他吗？你们好像又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狠下那个心。两个人对彼此好像都是这样子的心态，不管口中的言语是怎么说的，行动是怎么做的。我看见两个人其实都有那个力量去疗愈对方，去救赎对方，只是看你们愿不愿意，想不想要。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牌哦。金币八，权杖一，好，圣杯国王，哇哦！我觉得呢，其实这个人呢，他真的有在慢慢变成熟这个成熟是，他其实非常想要在感情上安定下来哦。这个安定呢，其实会让他心中多了一个踏实感。当然，这个踏实、这个安定也代表了他必须身上要肩负一些责任，他要更加去懂得珍惜，懂得去爱护他身边的一个伴侣。那他会觉得他的这个努力，他这个付出换来的这个感情上的安定跟幸福是他愿意的，然后也是值得的，也是因为有了这样子的一个目标，他才有努力的一个动力哦。我觉得他如果再次得到你之后，他会变得非常的感恩，非常的珍惜。特别是那种曾经暧昧过，没有结果，然后又再次相遇的朋友，或者是曾经断联，然后又再一次好像复合的朋友。那有的朋友可能是在稳定关系中，但是就是冷战到了一个低点。那我觉得当这个人回过头来想之后，然后他会觉得很多事情他应该要更懂得感恩，更懂得珍惜。虽然呢，前进的速度不是很快，虽然改变是在一点一滴慢慢的发生但是它确实有缓慢的在前进，缓慢的在努力哦。积沙成塔，聚少成多。那权杖一这边有一个重新开始的契机，他心里非常期待这样子的契机可以到来。一代表一个新的开始，新的起点哦。有的朋友，我觉得这个人可能目前在想你的时候，觉得你们两个是不同世界的人，在不同的这个领域，或者是说在自己彼此的生活中各自努力着，好像交集比较少了，那又有蛮多的一个不同哦。可是呢，他还是会想要去走进你的世界，想要去看一看你，想要去听一听你，想要知道现在的你关心的事情是什么？现在的你努力的方向是什么？还有现在的你眼睛是看着谁的？你们身边有没有其他对象呢？他其实会想要多跟你沟通交流哦。他想的很多哦。那因为想这么想，反而我觉得他会更加的，就是在行动上更加的这个小心，因为他不知道要怎么样子的去开展。好，他不知道要怎么样去让你对他有一个很良好的一个印象哦。他在心里面有很多的挣扎，有自我跟自我的对话，有一种难受的感觉，有一种后悔的感觉。但是比这些后悔难受更多的就是，我觉得他有想要前进的动力，想要崭新开始的一个未来哦，就是有一种新希望，有一个我画下了展望，我立下了目标要去达到的感觉，我即将要开始了。
这种新的开始，然后呢，也希望这个契机啊，可以赶快来到，他心中是这样子的期盼哦。然后这个圣杯国王内心真的有很多话想要对你们说。好，他可能经历了很多的情绪上的一个风暴，我觉得他在想起你的时候啊，想到你们两个过去所经历的那个日日夜夜啊，每一天啊，其实都是非常不平凡的日子哦，在他的这个心中，在他的回忆里。那同时啊，我觉得对于他来说啊，你们曾经给他过非常多的包容，给他过非常多的温暖跟爱的感觉。他现在也想要用这种温暖浪漫的感觉来回馈给你哦。因为我觉得这里的牌就是比较情感，然后比较甚至有一点敏感，然后有一点浪漫。他会想用他最温暖的一面来赢得你，来感动你。同时啊，他也非常欣赏你们身上这些温暖跟疗愈人心的一个品质哦。他觉得你们是能够触动到他灵魂深处的，同时他也非常欣赏你的内在的一个深度吧，感情的一个深度。他觉得你其实可以在他的生活，在他的职业，在他的各方面去启发他，看见不同的视角，看见不同的世界哦。如果可以的话，他希望能够很温暖的、深情款款的进入到你的世界中。他希望这个重新的开展是能够让你感觉到，你就是让彼此感觉到这段关系是可以信任的，然后是可以被重视的。然后他希望能够以一个比较敞开的方式，重新的了解彼此，重新的接近彼此。当然，两个人可能有一些就是觉得对方身上没有这么好的部分，不能去忽略不看。但是呢，是不是能够以更宽容的心去善待自己，也善待对方呢？好，对方的不好，能不能将他说的最小，然后将对方的优点放得最大呢？那两个人在冲突过程中，如果有一方要先让步，可能过去很多时候都是就是抽到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们会先让步，先道歉，然后先比较委曲求全哦。那我看见这个人哦，他的改变就是当处于冲突的状态的时候，他知道他也愿意先去退让哦。这个是因为其实做这件事情啊，才是真正的成熟，也真正的为关系的最大利益去着想。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你们一开始抽到的这一张这个底牌哦。好，我们抽到的是 Benefactor, Grace and Generosity。这张牌啊，它讲的是这种恩典哦，还有这个慷慨大方哦，这种恩赐，然后这种给予付出的感觉。好，我觉得在这张牌显现出来的，其实是你们这段关系是受到祝福的，是受到宇宙的保护的。只要你们两个人的心啊是有想要前行的，其实宇宙是愿意帮助你们的，然后也愿意去协助你们的，给予你们很多的贵人在这一路上护持着你们，然后看守着你们哦。然后我看见其实在这张牌中，你们两个人其实有点像是彼此就是彼此的恩人吧。彼此给彼此很大的一个宽容跟包容，彼此互相宠溺的彼此，然后两个人在这样子的关系中都是非常舒服，非常愿意付出的，然后不会觉得说你付出的多，我付出的少，然后有不平衡的感觉。我觉得这张牌的画面非常的和谐，两个人都无条件的付出，不求回报，同时两个人也得到来自于对方无条件的爱。那宇宙呢，在更高层次的这个力量祝福着你们，看照着你们，然后他也非常的为你们的这段关系一路以来所经历的
被你们感动动容，所以他想要去帮助你们达成你们心中所想所愿。然后我在这里看到的并不是牺牲奉献，而是乐于给予。两个人是出于开心的，就是他看到你的笑，他也会笑，所以他愿意去做。然后你看到他的快乐，你自己也会快乐，所以你愿意去做，并不是一种受苦的忍耐、受苦的委曲求全，而是真心的付出、真心的给予，而且是开朗的、乐于的，就是抱持着一个开心愉悦的事去做，去好像想要让对方变得更好，想要让关系变得更好。我觉得这是一个互相滋养、彼此成为彼此养分的一段关系。然后我觉得这也是他想你的时候心中最理想、最丰盛的一个画面。好，以上就是有关于第二组朋友们你们今天的解牌啦，希望今天的解牌有帮助到你们哦。那如果你觉得你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欢迎帮我按赞、分享或者是订阅。好，那就祝福选到第二组的观众朋友咯，我们下次影片见，拜拜。Hello， 选到第三组的朋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是谁在疯狂想你呢？想你的时候都想些什么呢？好，看一下你们的牌哦。My Wands， My Swords，King of Wands。好，首先呢，我们看一下这个人的这个星盘的能量哦。这个人呢，星盘主要是火象元素居多哦，他的上升月亮、太阳，另外呢还有一点的风象元素在里面哦。哇，我觉得这个人呢，他想起你来的时候，内心真的是不断的翻腾，不断的翻搅，然后有一种哇，我非要把你好像赢到手，我非要获得这一段感情的这种魄力哦。那我觉得这个人跟你的想是一种相互的，就是他有多想你，你其实内心也会有相对应的涟漪、相对应的反应，或者是说你们有多想他，他就有多想你们。好，我们首先看到权杖九。权杖九这个人呢，显然呢，在过去的这段关系，过去的这个想念的过程中，他经历了一段比较难熬的时光，比较难熬的岁月哦。他身上缠满了绷带，然后他用着一根这个权杖来支撑住他的身体，可是看得出来他的眼神是很坚毅的，他不想要去放弃哦。不管呢这段关系之前呢，对他来说是有多么的困难，或者是说要跨越很多的阻碍才能够奔向你。我觉得他的这个灵魂还是非常向往这一段感情可以开花结果，即使他的这个身体已经受伤了，他已经静止不动了，但是他依然呢是很顽强的站在这边，然后直挺挺的看着。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是不是这一种人缘不错条件很好，就是他如果要靠近你，他必须要跟很多人去竞争你哦。可能是人事物，有可能你们目前就是有在专注想要发展自己的兴趣事业，或者是副业，或者是说你们要在某一个领域上做一个冲刺哦。总之呢，我觉得这个人他会觉得他好像需要去战斗，才能够去保护这段感情以及得到你的感觉。然后他并不想要屈服。然后下一张牌呢，很明显的就是他是国王，他手上是有权杖的，他其实可以运用他手上的这个权杖压下其他任何反对这段感情、这段关系的人的声音。他很努力的在守住他的这个王位宝座，而且呢，他有一种君临天下、发号司令的感觉。这个国王嘛，皇帝，然后他的另外一个身边的这个位置匹配的就是
皇后、女王，所以在他心中，你们是以一个非常高贵、优雅的姿态呈现的。那如果相对应的是男性这一方的话呢，就可能是一个很成熟，然后很有魄力、很果敢，然后很这种有领导力的这样子的形象出现。你们在他心中的形象是这样的。然后啊，我觉得他其实一直在寻寻觅觅，就是一把关系的钥匙，或者是说一把打开关系的权杖，让他在这段关系中好像势如破竹，像国王一样，可以去看守他的这个所爱的人和他所爱的一个家园。然后我看到了宝剑九。那如果说权杖九是在讲为了获得幸福所做的努力的话，宝剑九觉得这边有得到幸福之后啊，他有一种害怕这个幸福失去，害怕幸福离他远去而做的这个噩梦哦，是因为他很重视这段关系，所以他会觉得很害怕，如果失去了怎么办哦？然后同时啊，我也看到这个人他过去心中是有一些伤痛的，那这些伤痛，这些他被压抑在心中的一些过往吧，有的时候会在梦中啊，好像浮现出来哦。这些伤害对他来说，就像芒刺在背一样，这些梦境真实的展现了对他的伤害哦，所以他其实有一点苦恼，然后有一点不知所措。那我觉得，如果这个伤害是因为你们两个过去的误会所造成的，他其实蛮想解决，他并不想要因为一个误会，或者是说一些其实有办法解决的事情，但是因为沟通不良等等的，造成两个人各自的孤单跟悲伤，他觉得这样子是非常的不值得的。好，最后呢，又是 King of Wands，King of Wands 这张牌一样哦，又是这个有国王的力量出现了，火象的能量哦。这个人呢，他是想要去行动起来的，他对于这段感情啊，真的非常的想要去捕捉嘛，就是他是有主动的能量跟能力的，然后我觉得他应该会用各种方式来让你知道，他其实是想着你们的，然后也希望和你们有所开展。如果是暧昧中的朋友啊，我觉得这个人他会主动的邀约你，主动的对你示好。那如果是这种稳定关系的朋友啊，这个人他真的很不想要失去你，也不大想要跟你吵架哦。我觉得他会用他的形式来表达他对你的爱跟关怀，但是他的表达方式有一点像是我叮咛你，我照顾你，他比较不像是很柔软，我去跟你撒娇，然后我去怎么说呢？我去讨好你。我觉得他的这种关爱有一点点权威，然后有点像是父亲或母亲吧，就是这种包容，希望你去接受他所给予的这种物质啊，或者是温暖等等的。好，再来看一下，圣杯皇后，宝剑侍从，CB1，魔术师。来看一下，他想你的时候都在想些什么呢？你在他的眼中的这个形象啊，其实是一个柔情似水的人哦。那不论你们是男生还是女生呢，我觉得在对方眼中的你啊，你们都有一种温柔细腻的一个特质哦。你们有这种能够去，好像别人可以透过你说的话得到抚慰，别人跟你相处起来其实会感到很舒服的。这张牌就是非常非常多的水元素，一整张牌都是水，所以我觉得，在他眼中的你们呢，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有创造力的。你们可以把心灵的层面所思所想，然后展现在外哦，可能透过音乐、艺术、文字创作等等的各种方式来去影响他人，同时也影响到这个人正在想你们的人哦。
然后我觉得他想起你们的时候是一个哇，就是想到你们的形象是一个非常好的他觉得你们算是一个愿意去同理人、愿意去支持人、愿意去帮助人的人，而且你们的内在是很丰富的，往内探寻，其实可以看到的更多，所以他会想要更加去了解你的内在在想什么。你们身上有一些非常好的品质，这个是人与人相处之间很难能可贵，在这个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世代中，你们身上保持着非常纯净、非常纯洁的一个特质，这个是非常棒的。你们生命中有水元素的这一面其实对方非常为你们吸引，甚至有一点觉得茶不思饭不想的吧，看着你们的形象，想起你们的形象。好，接下来是宝剑侍从。那侍从它其实是一个听命于人的，就是他还在学习的阶段，他还在发展的阶段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呢，在这段关系中他其实也会想要去帮助你开荆斩棘吧，去用他的这个小小的刀子、小小的宝剑来保护你们。然后我觉得这张牌的出现它其实是一张行动牌。那它这样子的动不仅是开启它内在的动力，其实我觉得这个动也是一个关系的钥匙。他想要透过他的行动去影响在这个关系系统中的两个人，他希望透过他的动起来，让新的这个能量注入到关系中，让关系有一个再一次活化的感觉。那我们刚刚其实前面有说过，他身上是有国王的能量很强，可是在这边我没有看到侍从，所以我觉得这个人是这样子的，他有的时候可能在他的事业专业领域上是一个别人都要听他的领导者的角色，或者是在家族中他是属于这个长辈，或是拥有决定权的人。好，但是呢，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他在跟你相处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会放权给你，就好像说你是我的头，我开一间公司，但是你是他的老板，他是实际运营的人，可是他愿意去听你的，他心中有这种可爱的一面，他愿意去放下他的这个好像高高在上的这个国王的样子来去听你们的。就是这个人他有这个很权威的一面可是一样，他有愿意去跟你学习的那个姿态，因为其实你们知道很多他不懂的事情你们可能会有一些想法是他想都没想过的，或者是你们有一些兴趣你们会有一些观点可以分享给他，那些都是他没有尝试过的一些领域，或者是没有接触过的一些活动，所以我觉得他愿意去跟你们学习，然后在跟你们学习的这个过程中，他就像是一个保护你们的这个侍从一样，拿着这个小小的刀，他想要拿着小小的宝剑，想要去守护你们的梦想，然后也希望呢，他可以从中跟你们学到一点东西。好，那接下来呢，看到的是魔术师跟金币一。好，金币一代表的是一个开展好，这个人对于他自己的赚钱能力是有信心的，也相信他未来可以发展的很好，他也在一步一脚印的打造。然后魔术师呢，这张牌是从无化为有，然后融合了4大元素：权杖、宝剑、金币、圣杯。好，将这4大元素呢融为一体，幻化出无限的可能。魔术师有这样子神奇的力量他在想起你的时候，他会想要发挥他身体里面所有的潜能，所有的这个
力量，然后想尽办法去采取行动哦。那任何呢过去曾经错过的或是退缩过的，现在呢将化为一个新的好的机会。然后他也知道呢，他必须在这段关系中做出某一种选择，而这个选择呢会带来一个巨大的影响、巨大的变化，会大大的影响你们两个关系的走向。所以他希望他可以发挥正向的这个影响力，来向宇宙来下一个订单的感觉吧。就是他希望他自己能够去强大起来，发挥他的力量，他的内在坚强起来的话，他的内在强大起来，其实他外在的这个实相、外在的世界也会随之而丰盛哦。这是他心中所思所想的一件事情哦。那我觉得他从他的牌出到现在，就是有行动力，所以我觉得这个人一定会对你采取行动，不管是任何一种行动，是邀约啊，或者是说跟你展开对话，或者是创造一些机会，创造一些连接，不期而遇等等的。魔术师其实他有他所想要得到的东西，他也很努力的在显化。那出现在这里呢，我觉得他很努力的在显化跟你的一个连接。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哇，圣杯十，宝剑七，月亮。好，看一下这3张牌哦。圣杯十很明显是一张幸福的牌，这张牌代表的是充满爱跟希望的每一天。在他的心目中，在他的人生的图像中，我觉得他想起你的时候，其实有想到的是一个家的感觉。然后，在你们的上方啊，是有这个漂亮的彩虹，充满着爱与创造力。在彩虹上面是10个圣杯哦，10个圣杯，这象征着你们两个的爱情终于开花结果，而且可以获得一段很幸福、充满爱的感觉。这个感觉是非常平时的，两个人相互依偎，然后有一种共度人生漫漫长路，一直到老，然后可能还有一些你们可能会繁衍后代，有一些小孩，有的人可能会共同养育宠物的这种家人。然后这张牌啊，我觉得是他心中的一个理想，是他心中的一个蓝图。那我觉得他在想你们的时候，也有把你们当做一个他内心中的一个后盾，可以让他的心安放的一个地方哦。有心爱的伴侣，还有孩子，他也希望可以得到这样子的幸福。我觉得对他来说啊，你们是一个可以心灵相通的人，他可以在你们的身上找到力量。有的时候你们不用特别做什么，光是存在对他来说啊，就是一个力量，就会发光哦。你们不用特别去好像汲汲营营努力讨他欢心，你们光是存在，光是在那里，他想到你们的时候，他内心就有一个安定感，然后他就可以因此长出很多的力量，在外在的世界去做他应该要做的事，他想要去做的事情哦。你们让他觉得内心踏实而且充足。好，接下来是宝剑七跟月亮哦。好，我觉得这张牌的出现啊，我们先说宝剑七哦。这个人他可能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出现在你生命中，或者说再次出现在你们生命中。那如果说你们现在已经是在稳定关系，已经是就是常常会见面的话，我觉得他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给你制造一些惊喜。好，那宝剑七这边呢，还有一个就是我看到有一些朋友，有的人可能你们是处于一个三角关系中，你跟这个人的关系是一个三角关系中，那这个意味着可能是你们被骗，或者是对方被骗，也或者是说对方原本的伴侣被欺骗，或者是你们原本的伴侣被欺骗，因为这张牌中还有这样子的一个意思哦。那如果是三角关系的朋友，我觉得这张牌就有一个提醒的意味，是说其实这个人对你的想念啊，如果是处于一个三角关系的一个状态，他的这个想念其实会对生活造成一些伤害。
即使呢说的是一个善意的谎言，最后也可能会变成一个大问题。因为在这个三角关系的初始哦，可能你们两个对于彼此都有一些怀疑，都有一些不信任，然后对于这种承诺啊，都没有办法下得很深。虽然呢想要去克服，可是又有一些觉得没有办法去突破的那个点。那这样子，如果是三角关系的朋友，我会觉得啦，对方会做出一个抉择，这个抉择会稍微伤害到你们关系中的另外一方，另外一个人。那这边呢，就是要小心，好好的去处理，因为这个伤害的反作用力有可能会间接影响到你们的，间接或是直接影响到你们的这段关系哦。好，所以我觉得，如果是三角关系的朋友，他想着你们的时候，其实他内心也带有一些就是不道德跟罪恶的感觉。那这个东西需要好好的去探讨，好好的去解决。最后一张是月亮牌，月亮牌代表说，这个人跟你的关系啊，有一点朦胧的感觉哦。对他来说啊，有一种想要抓又抓不住哦，就是有一点暧昧朦胧，不知道要前进，不知道要前进好还是后退好，不知道何时该放手，还是要继续等待呢？就是有各种纠结会在他的脑海中，好像一团毛线一样，整个都揪在一起了。那我觉得他常常会觉得自己有什么样子的资格，有什么样子的立场去关心你，或者他要用什么样子的身份来关心你呢？这个是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很可能你们有这一种处在暧昧啊，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或是有一方表白之后啊，另外一方没有明确的回应等等的，或者是说这种分手断联之后要用怎么样子的模式重新开始哦。好，我觉得他的内心其实有蛮多的不安，然后一方面在他的心中啊，又有在猜测你的一个想法哦。那越是猜测，我觉得他心中越多的不安就被挑起。然后我还看见少数的朋友，因为过去这段关系是有一些谎言存在的，就是有一些不是这么真实的，不管它是一个形象的包装，或是关于他的资讯并不是完完整整的揭露，或是有关于你们这一方的资讯的揭露，有一些不是这么真实的。它其实呢，好，这些就是谎言，这些比较不真实的资讯的表达，也会令他觉得惶恐不安。哪一个才是真实的你？还有哪一个才是他应该走下去的路呢？不过这张月亮牌啊，随着月光的出现啊，这个水面越照越亮，我觉得有一种会慢慢明朗起来的感觉。他越观察越反思，他会越来越清楚他应该要怎么走。好，那我们再来抽出一下最后的牌哦，帮你们看一下。宝剑吧。哇哦，这个人我觉得如果说你们的关系啊，他是被拒绝的，或者是说因为他本身的一个家人的反对啊，就是有一些现实没有办法跨越的那个障碍的话，我觉得他内心真的会很痛苦就好像是他前方的路都被宝剑给挡住了，然后他的眼睛被蒙蔽了，手也被捆绑了，他就是变成被你们囚禁的鸟嘛。好，就是他在想你的这个思绪中，如果呢，好，没有得到一个好的抒发窗口好的放松，我觉得他就是
有一种觉得自己在思想的牢笼中被困住了，找不到解方的感觉。好在下一章中间有这个太阳升起，你看宝剑8跟宝剑10的中间是太阳，然后我们这边有月亮，月亮的光是比较微弱的，但是太阳呢就是真的很明亮了。兔子在这个阳光底下奔跑，那这张牌啊，太阳一出现，也有代表是过往曾经被隐瞒、被遮盖的这些事情啊，都将一一的浮出水面，真相大白。然后彼此对彼此的心意啊，都会互相的袒露，互相的说出真心话的感觉。我觉得这是他期待的一天。那刚刚有说过，其实你们这组牌的能量是互相的思念，互相的想念。他对你有多想念，你对他也有多想念。所以我觉得其实你们的心啊，好像也是被宝剑10哦，你们好像也很心痛哦。对于这段关系，你们好像也是会非常的情绪上有一些折磨。你会觉得这段关系就是一段待续未完啊，你们的故事还没有走到那个终点，然后就突然戛然而止了。它就像是你心中一个未完成的待办事项哦，然后就是挂在那边有一些揪心。它是如果它的能量是这个宝剑8，你们好像就是宝剑10啊，宝剑10也是很就是哇，为了这段感情是在伤神的。然后其实你们两个都是大家看到这样子的牌面，会不会觉得有一点心头一震？但是你们仔细看哦，宝剑10这一张牌，它的这个背景是什么？是月亮哦，将要升起的月亮，就是天空将要放晴了。所以呢，我觉得这边有一种就是我们彼此对彼此坦白，彼此对彼此好像透露出最真实的自己，不管是多难堪，或者是过去有一些谎言，有一些伪装等等的，都将它摊开出来，然后两个人呢，共同的面对、接受现实，最终会获得光明的未来哦，就是有一种完全的接受这段感情的落点，以及两个人身处的状态之后啊，其实慢慢的你们就可以走向往下一个阶段去迈进。因为这边其实也有代表的是一个岔路的牌，你们在这段岔路呢是要停止呢，还是要随着太阳的升起，太阳的放晴，你们继续往下一个阶段迈进呢？其实就是看你们前一个阶段彼此怎么谈，怎么融合，以及你们接受现况的程度，彼此去协调跟配合的程度哦。我觉得这个人他其实很想要跨越关系的一个分叉路口，他想要试着去接受你的一切，然后他希望你也能够接受他的一切。好，那我们最后呢来看一下你们的这一张牌哦，你们的底牌哦，这张牌好漂亮哦。好，这张牌画的是一个思想的丰富性。好，这张牌呢，其实要告诉你们如果呢你们也是很努力的在想这个人，疯狂的在想的这个人的话呢，宇宙其实想要告诉你们，首先呢，你们要维护这段感情，所要做的事就是你要当自己的靠山。那如何做呢？其实你就是要好好的运用你的思想，然后你的言语，你的言语可以形塑你的世界。人的思想很奇妙，人的思想可以成为一个指路灯，也可以成为一个监狱囚禁人。然后呢，它可以很负面，也可以很正面，它可以很批判，也可以很温暖。所以单看你要怎么样去想，怎么样去运用。那你的思想它可以是一个寺庙，很清幽的，它也可以是一个洞穴，要让人躲在里面的，也有可能它像是一个循环哦，就是在里面一直打转。那要怎么样去呈现你的思想？宇宙告诉你们，这个关键其实是可以控制的。你可以去显化你真心想要的东西，你可以在你的这个思想的土壤中去种植你将来想要看见的东西，然后它就会慢慢的成长茁壮。其实你们拥有向宇宙下订单的能力，而且呢，这个订单它
会实现的，你们拥有那个能力，这个能力是会让你可以去下订单，然后会去实现你的订单。所以如果呢，你对于你的关系啊有所期盼的话，你们呢要让自己的思考停留在比较正面的那个状况哦，这个是一个应该说这个是一个关键点。那也许你们在之前呢，可能跟宇宙下过了很多的订单，关于感情的，但是因为在跟这个人相处的过程中，你们的订单可能有一些的修正，那宇宙啊要处理完之前的订单，才可以处理你的新的订单。因为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的思绪其实常常在你们的思绪很活络，也常常会变化，所以呢，你必须要很明确的告诉宇宙，你想要的是什么。然后啊，你们要接受宇宙目前所呈现给你的剧情，那积极的去行动，尽量呢是活用你的这个言语，加强你下订单的能力，然后尽量不要胡思乱想，你要相信这个世界以及相信自己的能力，你值得拥有一段幸福美好的感情。那宇宙啊，有的时候呢，不会完完全全依照你期待的方式来将礼物给你，它有各种令你超乎想象的这种智慧啊，或是方法，也有各种数不清的途径。它的力量是很无垠广大的，它有各种方式能够实现你的愿望，所以这个路径你不要太执着，但是终点你要知道你要去的是哪里，而宇宙将会运用它的力量在帮助你，也帮助这一段关系。好，以上啊就是有关于第3组朋友们你们今天的解牌啦，希望今天的解牌对你们有帮助哦。那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欢迎帮我按赞、订阅或是留言，那就祝福选到第3组的观众朋友咯，我们下支影片见，拜拜。